上回志豪已经在广州内环路给大家实测过比亚迪的天神 GT-C 了，大家觉得表现怎么样啊？然后有很多朋友就说看得不过瘾，因为呢只是在城市快速路的实测，而缺了高速公路的部分。所以今天我拿这台比亚迪的夏来给大家实测一下天神 GT-C 上高速的表现。为什么拿这台车呢？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它是现在装备天神 GT-C 的车型里面最大的一台，那这个大体量对它的表现有没有影响呢？而另外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实这是一条硬插进来的实测，因为今天呢我还有另外一个任务，我们马上要去机场飞去西安，然后在西安去重庆去进行一个神秘大项目，这里先卖个关子啊。对，那所以接下来呢我就会用这台车让它把我送去机场，在这过程当中去看一下天神 GT-C 跑高速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好，我们上车吧。记得关注智能车研究所，并一键3连。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机场了啊，去提我的不是提我的，去跟大家一起去体验我的小米苏7 Ultra。那待会儿呢，我们会走沈海，然后去转到机场高速。这两条高速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虽然今天看好像没有堵车啊，所以待会儿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天神 GT-C 的这个夏，它在这种高流量的高速上面的表现是怎样的。好，我们就开始启动支架。我今天给这个天神 GT-C 这台夏给下一个小小的难度啊，上一个小小的难度就是你看现在导航显示我们11点36分到的啊，我就看一下如果我全程交给他来开的话，他时间上能不能达到它取消变道了，因为他发现旁边那个大的油罐车，所以刚才取消变道了。对，其实这个动作我上回在深圳就刚开始它测试版的时候也留意到，就是天神 GT-C 现在在高快上面了，如果它一旦察觉后方有什么异样的话，它是很快取消变道的。这个动作是有点吓人，但是你如果从安全角度考虑的话，我是觉得这样也合理的因为它的这种取消变道的动作只是在车道内，这个变道的动作也挺快的。对，我们就待会儿看一下它时间上跟我们，因为高德地图显示的这个时间，其实大家都知道了，跟我们自己开车是差不了太多的，就除非你开得特别猛但也就是可能几分钟2-3分钟之内的一个差异吧。所以看一下，如果待会儿它真的11点36分到，那已经相当棒了。那今天我们还是会一定到底，但是呢因为跑高速会跟我平常跑纽北自驾相比来说状况肯定没那么多的，那所以待会儿如果没什么状况的话，我就放快进有状况我就给大家说一下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呢，我们是已经来到了广州的绕城高速，车流量是不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当然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车会有一些加塞但正常来说在高速上面也其实不会有什么加塞的。那其实自驾系统跑高速它的挑战点就在于它处理的速度一定要快，这个跟跑城市快速路又不一样。城市快速路的限速呢会在60，最多也就是80。那所以虽然车流量大，但是留给自驾系统反应的时间其实相对来说会多一点。但是高速的话，我们的限速是可以去到120的。当然因为这一段还是广州绕城还跑不起来，待会儿后面跑起来120。那120的时候如果有什么状况，比如说前方有个车突然停下来或者有个车突然加塞进来那留给自驾系统反应的时间就会短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很考验自驾系统它的处理的时间。这里其实会有2个时间的，一个就是帧率，就是自驾系统处理它看到的画面其实跟我们看电影或者现在看视频一样，有个帧率的。那可以看一下因为现在各家都没有公布这个具体的数字但是从它处理的速度，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它帧率够不够。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识别到之后，感知系统识别到之后，还要看一下处理，然后输出轨迹，然后到执行的这个时延够不够快，够不够短了。这个车切入了，好，它还抱歉刹车太急了，但刚才那个反应的速度其实跟人来说已经是接近了。就如果我自己开车的话，可能会早个半秒左右，但大概也就是这样子。所以从这个细节能看到天神 GT-C 现在在高速上面这个反应是 OK 的。那反应够快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安心的使用它了。就如果像刚才那种情况，它是怼到那个大货车的车尾才突然一脚重刹的时候，那这个大家就一定会觉得，那我不如自己开了，就不放心了，是吧？
好，前方应该没有什么事情了，我们就待会儿再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再给大家汇报。好，我们前方要转到另外一条高速了，然后现在车流量很多了，他很着急的想右变道。你看他这个变道的动作他会加点速，然后找个空档位，还不行怎么办呢？继续往前我们还有1.7公里，但是他又不会超限速。对，他在 SR 这里就现在有点纠结可以看到他找到一个空隙了，找到一个空隙了。他变道的时候车速的控制还是挺灵活，而且挺快的这个频率。他刚才一直在调整速度，想找一个空隙进来。还有因为时限对，这个时间应该对到了，可以了，变过去，挺好。他是提早2公里就开始找机会变道了，所以在这种车流大的高速，其实这样就比较好。你如果到了最后的几百米才想变道的话，那大的概率是变不过来的。然后顺便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前面那一段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状况，但是有一次有一个小小的状况，就是在一个弯里面，我的右手边是有一台大车的，然后他智慧避让，但智慧避让的时候呢，这个动作就可能他自己在纠结了，就反而是靠近了右手那个大车，但是我刚才没有管他很快的就把自己揪过来，就还是往左远离那个大车了，就出了这一点点小小的状况。但是还没到要我介入的情况。好，这边我们就靠右边去，这个就有点压到。对，其实没对，因为它这个道是这样的，你看它是一个窄道变宽的，所以它提早压过来。好，还是很忠实的压着右边走。然后刚才我们上高速之后，发现它有一段好长就跑在最左车道的。然后我就想他会不会是很喜欢跑左边车道，我就手动用拨杆让他跑到中间车道，然后他就不动了。所以可以看出来天神之眼 C 它是基本上跑在哪个车道，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的话，他就沿着那个车道在跑，就除非有慢车或者要这种下匝道的时候，他才会主动的这里应该是有个断点，断点还是我的手可能刚才没有，可以靠左脸靠摇还那边对，这个方向是对的。哇，以前好多车跑这个位置，这里都会有个断点。但他没问题，他只是提醒了一下，我也不用接管，他还是过来了。就有可能刚才如果是断点的话，有可能他很短的时间降到 LCC 了。对，但是他也没有说方向乱打或者怎么样，没有影响到他正常的行驶。这里好，然后可以看看我们现在车速是60的然后前这条高速是120的。看一下它这个汇入的提速加速了，好，还是挺果断的，而且体感上是舒服。他抱歉，但是其实他没有压实线，他以为自己压实线了。这边是不是再要过去呢？我们有实线。不是，你看一下他这里会不会就想变到最左边嘛？对，我们看一下。主要是他的决策的问题。我觉得刚才那个变到最左边是因为有慢车，然后他变到最左边就不动了。现在车速往上提向左了，减了一点点速。这个向左应该就是想走主车道，因为刚才我们的其实右边车道的空隙更大的。然后好了，左边让出一个空位了，它是不是还会再变出去呢？是，好像没有的。现在还跟着前方的，出去了，对。他判断速度比较慢，他仪表写的什么最优车道，他应该是对，对，也有可能会在一些主要的高速上面去提前标一些最优车道出来，因为机场高速跑过的朋友都知道了，左手边会有一条大直线，就如果我们目的地是机场的话，走左手边是比较快的，走最左车道是比较快的，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可能是因为前方我们的最左车道是有慢车压着。所以它还是，你看它智慧避让这个字经常会跳出来，只要有个大车，它就会智慧避让。因为你网约车永远在这里不会跑到限速。对。你看，本来我们最左边车道是可以顶着120跑的，但是就是永远会有一些压着100的车跑在左边，所以这个最左的这个快速车道就是形同虚设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天神之眼 C 它的灵活应对行不行了？
啊，顺便说一下天神之眼 C 的这个硬件，之前会有很多朋友就说，那比亚迪现在从你看93800的那个秦 Plus，到一直到这台其实已经超过30万的下，那都是天神之眼 C， 所以这个硬件配置会不会不一样呢？因为一般按照我们直觉理解啊，你8万多的车跟20万的车，那肯定用料上面是8万多的要少一点嘛。但是比亚迪这回真的是非常实在，就只要是天神之眼 C， 不管是便宜的车型还是像这种比较贵的车型，其实都一样的。也是前方是一个3目的3个800万像素摄像头，那一个是负责远摄的，可以识别到400多米以外的汽车，然后实际上它覆盖的距离是到500米的，但到500米其实那个一个车就变成一个很小的点了，没有意义，所以它对车的识别是到400多米的，那所以你在高速上面，它因为到对，到收费站了，你要去右边，对，它现在降到 LCC 了，你要去右边啊，它有提醒，对我要去右边了，所以我这里就我这里先主动降级了。我们要走，所以去啊，呢邊唔關你事。现金支付嘛？喂，看到，扫码支付，我要去扫码。呢條圖啊，呢條圖。OK。前方除了一个远摄，那另外就是2个双目的。2个双目呢，就一方面它可以覆盖更大的范围啊。其实2个摄像头都是120度的，但是它会稍微的有偏开一点点，所以覆盖的范围可以大于120度。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用2个双目可以达成一个立体的，就像我们人眼一样。那所以靠这个前方的3个主的前方摄像头呢，它既可以看得远，然后近距离的车跟物体它又可以有立体感，可以更好的识别出来。就因为是这样的，这套系统它对所有物体的识别有2种方式的。一种方式呢是通过机械学习，就提前让系统知道，比如说前方这个车，它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车，就哪怕这个车的角度转来转去，它知道这个通过机械学习可以达成的。但有时候难免路上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如果大家走过广州的，比如说连泉路东小南就会知道的。我先搞定这个。就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交通工具，那这种时候这些交通工具肯定不能提前去学习嘛，那就不能识别出来了。这种时候呢，靠双目就可以用 OCC 用占用网络，就可以很简单的把它识别为一个障碍物。先给个钱先。你说它前面那一段，可以了。前面这一段还能开吗？应该可以。看一下看它那个图标出来就可以了。所以之前如果用单目的话还不行。但是这一段理论上也是高速看一下。对，也算是高快。对天神之眼给点信心，看一下。可以的，你要有点信心对它。可以。继续交给他开对，通过这个立体双目摄像头就可以更好的判别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至少可以避免一些碰撞。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航美波雷达了，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自驾的系统除非比较贵的那些，稍微便宜一点，就我说的便宜是20万可能30万以内的有不少都是采用3个航美波雷达的，就前方一个向前的，再加上2个角航美波雷达。但是比亚迪在天神之眼 C 是用了5个航美波雷达的，这个是比较豪华的配置了。一般会比如说在蔚来那些比较贵的车型上面就会用到这种5个。那5个的好处当然就是它车尾会多装2个，所以这套系统它对于后方来车的判断会更加的精准一点。用航美波雷达对于距离的判断会比起视觉摄像头来说会更加精准一点。而且还有一个天神之眼 C 的前航美波雷达它用的是一个4D 航美波雷达，那所以它除了距离跟速度的判断之外，它还能判断高度。当然这个判断高度现在还没有实际有用处但这个可以占未来嘛就以后如果比亚迪升级了它的软件系统的话，会带来更多的功能差不多。对，我们差不多到机场了。
好。而且现在它这个4D 号美国雷达啊，可以识别到，我记得好像是5厘米还是3厘米的高度，就是那种沙井盖，它都可以通过哈美波雷达去识别出来。那大家可以畅想一下啊，如果就首先呢，当然比亚迪要解决我们就这个辅助驾驶的这些车控啊，包括这个道路选择啊、车道选择这些基础的东西，这些基础东西都做到完美之后呢，他们工程师有余力啊，其实就可以做一些升级的东西，比如说在比亚迪很多车都有云脸息。是吧？甚至有一些可能更高级一点的。那通过这个4D 哈美波雷达扫描路面的话，它其实可以提前把悬架的硬度做调整，这个就很有畅想空间了啊！但这个现在还没有实现啊，大家可以畅想一下。好，我们还是回到路面上面，其实路面也没有什么问题了。LCC 了现在它已经降到 LCC 了，对，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它可以用的这个路段啊，前方是已经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基本上，它刚刚一开始是多少？11:36啊！现在我们是11:34分，可以看一下我们到了那个出发区的时候时间，但基本上能看出来，他开车的效率其实跟一个真人司机差不多了。而且这边我先接管先了，这里免得走错路了，对，应该走不了的走不了了。然后我们就走这边吧，我们不用去停车场，这边是对，停车场，对。对，我上出发区那边，好，那效率上跟我们真人差不多，而且在系统里面其实可以调一个速度的偏移值的，在 D-Pilot 这里，你看有个偏移值的，我刚才故意是把它设成标准，不加上去，所以如果加10%的话，那其实我们到达的时间35分，我们到达这里36分，真的跟预估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我设一个偏移值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更快一点到达。所以大家其实很多朋友会担心，现在智驾系统会不会开得又蠢又慢呢？至少在天神之眼 C 上面不会，它开的还是很快的。而且刚才一路过来，其实安全性方面也没有问题，就是安心性方面会有一点点，主要就是刚才那个大车避让的。好，我们就到这里了，11:36分，很棒。很棒，是不是要给点掌声给天神之眼 C？ 好了，那我就赶飞机去了。给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苏七 Ultra 西安这一段呢，我会跟阿卓一起试一下苏七 Ultra 的那套智驾系统它的表现怎么样。然后呢，到了重庆之后呢，我跟志豪还会去测试一下，在这个8D 魔幻城市里面试一下那台车的城区领航会怎么样。当然还包括了它的续航能耗这一系列的智能车相关的东西，我们都会做实测的。所以大家记得关注智能车研究所，一键3连。好，那我们就重庆再见了，拜拜。